枪！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你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，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 这便是我的金龙变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鼎之，我会用出金龙变，你想办法使用18剑阵刺杀他。 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变。金龙变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一枪时，你便已經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能結識槍仙，會成金龍變之人，絕非普通的江湖人。 我並非世家弟子，當年曾有幸與槍仙並肩阻攔過魔教眾人。我現在可以離開了嗎？原來先生是抵禦過魔教東征之人，是玉宅無禮了。先生請過。若我此次敗了， 會當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應當看着蒼山雪，迎着風花雪月，天下無雙，當有天下無雙的氣度。駕！大師兄。
当哥，当哥，埋伏在外门的那些弟子未能毒杀了蘇昌河，他似乎早有準備，一路闖了進來。就算做了這麼多的準備，你依然比我更強嗎？蘇昌河，丹哥，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？難道就只能認輸了嗎？認輸？我絕不會向無名者認輸。蘇昌河一意孤行，現在的他只有一個人，集結我們所有的兄弟，圍剿蘇昌河。是。來不及了。这压根儿半點活路都不打算給我留，真是令人寒心啊！珍珠。 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過去，就會察覺到我的身份不對，再想順利趕到無雙城城下，便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戰！大師兄這是剛剛經歷了一場大敗，內心受到了極大打擊了。大師兄，大師兄，別煩我！當年能參與抵禦魔教東征之人，能與槍仙並肩作戰，僅僅看了幾次，就能成長用出13式。聽我命令，擂鼓給下面的關卡傳令，攔住那個人，不惜一切代價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論武堂讓劍長老派出問道4劍出城迎敵。是。 那个声音是战鼓声，全部给我退後！你退後，都給我退後！大師兄，只有無雙城嫡系弟子可以行走，要比大陸快上1倍的弟子道，還有問道4劍，這陣仗未免有些大吧？大，只恨我的權力只能到這裡，不然我會讓劍長老親自出城。 罗哥，剑锋低3寸，起剑慢2分。多謝劍老師。下次他便不會那麼出劍了。我對你的這句指點並沒有作用。你要想的是。 為何方才應該那麼出劍？劍道分術和法，你過分追求於術，便會一直陷入苦戰。弟子記下了。劍老師，為何要提醒他？修如，你呀，能贏不贏？ 就是想等到一個萬全時機，可世間之事哪兒有萬全？人在江湖，便是用生命去賭。既然是賭，就會有風險。你一點風險都不願意冒，
那麼便會不斷地失去機會，再失去機會，最後被人找到破綻，一擊即潰。弟子也記下了。禀長老，盧玉宅那邊派人過來，說是有事情要論武堂去處理。盧玉宅是什麼廢物啊？仗着自己是城主的首徒，竟敢對我們論武堂發號施令，讓他滾！盧玉宅武功平平，但為人處事這一塊，向來最是周到，是不會平白無故來找我們論武堂的。說吧，什麼事？直接過來說吧，這裡沒有外人。剑長老，大師兄發現有人意圖潛入無雙城，圖謀不軌，以敲響惊醒鼓，停止各路關卡放人，但害怕那人直接闖城，所以希望論武堂可以派出問道四劍给予拦截。放肆！我們論武堂什麼時候負責看門了？再說了，他都發現了，他為何不攔？大師兄阻攔無果，敗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要是有好事，他還能輪到我們？他早就搶功了。不休，不得無禮。弟子失言了。那人什麼身份？不知，戴着一副面纱，携着一把长剑，但和大師兄對陣之時，卻使的是一套槍法。槍法？什麼槍法？大師兄說是金龍變。金龍變？什麼？他確定？那人自己親口承認的，說是見過槍仙司空長風用過之後學會的。我不會記錯，確實是金龍變。莫不是雪月城派來的？问道四剑，皆已动身。太好了！据说问道四剑可是得了剑长老的真传，有了他們的幫助，定能勝過戴面紗的那個家伙。勝個屁！就那4個廢物，呸！那4個廢物能有多強？方才那個人有多強？他是個劍客，可剛才隨手揮了揮槍，就將我的內桿槍震得4分5裂的。那是什麼樣的境界？那是1等1的高手。問道四劍，給他提鞋都不配。那大師兄為什麼派他們去？若只是我敗了，論武堂定又會大做文章，羞辱我師父。若問道四劍出手也敗得很慘的話，那被羞辱的就是他們，而他們這一敗，劍長老就會親自出戰。哦，大師兄的最終目的是想讓劍長老攔下那個人。剑長老能贏嗎？我派了那麼多人去殺你，你怎麼？我不離開，怎麼由你動手？我們可是能扳倒3家之人，難道你覺得你比蘇靜輝、謝霸等人還要更強嗎？你們不是都中毒了嗎？真是愚蠢，以為自己可以毒倒如花。你的毒對我無用，而我的毒可以解所有人的毒。看來我們穆家被小瞧了呀。我來動手吧，大哥。莫急。蘇蘭丹，為何要怕？我跟着你，本以為能當上蘇家家主，可你把位置給了蘇沐雨。白痴！你覺得你有什麼資格，自認為能站在蘇沐雨頭上？你們本就不是蘇家的人。我本不想殺你，但你剛剛說的那句話讓我很想殺你。你曾是我們彼岸最重要的一員，在彼岸這裡就沒有所謂的本家與無名者之分。你莫不會以為這些人加入彼岸
真的是因为那些可笑的理想，大家不过觉得那些老家伙们掌握了太久暗河的规则，想要找一个机会推翻他们罢了。刚好彼岸给了他们这个机会。兄弟，你走远了，你得不了彼岸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站在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找了靠山。罢了，我也懒得去猜是谁。那我就用你的死来作为对他的回答。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这里距離無雙城還有幾處關卡？第一次來，最後一道了，過了這兒就是無雙城的城門。來了那麼多次，第一次碰見這樣的事。無雙城。 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媽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來做生意的？雖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腦袋的。我是個武器商，城裡有座月霞鐵匠鋪，訂了皮錘魂弩，這次來取貨。巧了，我也是。 有緣，有緣。來了來了，有人來了！終於來了！撤！論武堂，問道四劍。這問道四劍，在無雙城中很有名嗎？哎，無雙城論武堂年輕一輩中最厲害的4名劍客。據說呀。 論武堂的劍長老專門挑了4名年輕弟子，分別代表劍道當中的輕、重、急、緩，想通過觀察他們這4名年輕人的成長，創一門可問劍道之巔的劍法。所以這4個人被稱作問道四劍。原來如此，劍長老的大名我倒是聽過，這問道四劍聽起來也有幾分類似。 玉，哎，屠魔不軌這人長什麼樣來着？腰佩長劍，臉上還戴着面紗。在那裡。啊，哪兒？什麼意思？得來全不費功夫啊！中間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餘閒雜人等速速閃開。 兄弟，惹事了？無妨。有勞兄台幫我帶下嗎？不是我。行。你來無雙城是做什麼的？訂了一把弩，到這裡來取貨的。可有人說你是來這做壞事的？誰說的？無雙城城主大弟子盧玉宅，他攔我的路。 想試試我手中的劍，我沒同意。這便是無雙城所說的圖謀不軌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麼說？你把他的槍給弄斷了？想要斷他的槍，還不必出我的劍。那我們呢？一起上。 有幾分意思。甲州葉無秀，輕，重，
重緩急，劍之四道。你有意見？剑之道，不可固步方寸之间，否則遇到真正的高手，就會一敗塗地。什麼真正的高手？我，便是真正的高手。你们的師傅讓你們練這道劍法，不知是讓你們問道，還是借你們的手問他自己的道。劍長老明知道我們練的這問道四劍，在真正的高手面前會被一擊擊潰，卻仍讓我們鑽研此道，不是想我們成為高手，而是想借助看我們的對決來提升自己的劍道。胡言亂語什麼？問道四劍敗了，而此人居然連自己的劍都沒有拔出來，難道此人的劍術真有如此精妙，還是說問道四劍徒有虛名啊？啊！閉嘴！都給我閉嘴！方才是我輕敵了。江湖之上沒有輕敵，因為你活下去的機會很難有第二次。他是什麼時候又將劍奪走的？小心一點，別讓劍劃了。這柄劍還算鋒銳，就這麼輕輕一劃，可能會把你的腦袋給劃掉了。還是沒有遇到指導我拔劍之人。至於我們，若劍長老從一開始就是借我們之手問他自己的道，那我們這麼拼死拼活的，又算什麼？我們在剛才的對決中損耗不小，原地養精蓄銳也是無可指摘。李醒城中之人，有人要闖城了，敲鼓！是。何人大膽，敢闖我無雙城？天下無劍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問劍無雙。問劍無雙，是問我嗎？他問的是無雙城的劍道。此人不一般，隨我去看看。嗯。天下無劍城，哼，遙遠而熟悉的名字。天下無劍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問劍無雙。堂堂無雙城，連個應戰的劍客都沒有啊！無雙城以後別叫無雙城了吧，改名烏龜城吧！我們打個賭吧。公子好賭，賭個什麼？賭這個無雙城還有多久才會有人出來應戰？好，那我便賭，我罵3句烏龜城，才有人來。烏龜城，烏龜城，烏龜。是我說了啊，還有一個字沒喊出來。劍山月呀，果然是你。
你能認出我來？雖然你戴着面紗，而且距離你我初次相見已經過去多年，但我依然知道，你就是那個孩子。我們這些與劍相伴多年的人，看人就像看一柄劍。當年我看你，便是能成為一柄好劍的胚子；如今看你，已經成為了那柄劍。清明古劍，無雙城論武堂大長老劍山月。是我。你想問劍無雙，不知我的這柄清明古劍，夠不夠格給你一個答案？我的劍就在這裡，可今日無雙城遇到的這幾位，沒有一個值得我拔出這柄劍。我也沒有這個資格嗎？有沒有資格，得看長老的劍。好，年輕人，有傲氣，和你父親一樣。想要空手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一境，自然是我父親教我的。當年我父親是不是就是這樣打敗你的？袖裡藏風，春風得意。當年你父親用出來是那般的瀟灑恣意，可是你用出來，卻感覺滿是禁錮。春風何在？怎般得意？劍氣閃進來！師父，打雷了，馬上要下雨了，我們回家拿把傘，順便把被子也收了。拿什麼傘？這是劍氣。好強的一道劍氣！這一道劍氣曉惡驚人，到底是誰？該不會是他？不會，他的劍氣凜冽陰寒，沒有如此囂張的氣。該不會是雷鳴的劍吧？管他是誰，只要和雪月城無關表。師父，嘀咕什麼呢？走。好一道劍氣小驚雷！你想不拔劍是我，那我便讓你再也沒有拔劍的機會。老城主，何方來客？天下無劍。天下無劍。他們中還有人活着？來的人自稱是無劍城少城主卓越安。那個孩子呀，沒想到他居然活了下來。劍長老已前去應戰，他讓我過來告知你一聲。劍山月擋不住那柄劍。還好，不是跟雪月城有關的那幾位。你已經敗了。即便是你父親當年站在這裡，也不敢和我這樣說話。這是你第幾次提到我父親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
你到底有什麼資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殺你！山岳劍法，今日終於有幸得見了。山岳劍法，不見得對付得了這個卓越安吶。逆登山巅，一覽眾山小。可眾山之上仍有陰天，你若止步，終有一日將會下山。死吧！今日問劍，終於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劍之人。無雙城，宋燕回。天下無劍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親曾提起過你，聽聞你年少時也滿身傲氣，覺得自己手中執劍可登劍道之巔。一覽眾山小。你所創的這套劍法，雖稱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劍之氣可稱絕世。如今一劍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蒼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劍。今日之後，恐怕這江湖上再也不會有劍山岳這號人物了。今日之後，論武堂大長老之位，就該換人了。你應該回去頤養天年了。此地交給我即可。這是鶴羽劍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個不錯的對手。此劍一出，天下無劍。在我年幼之時，也曾對天下無劍城的威名十分敬仰，只可惜偌大一個門派，卻在一夜之間消失於世間，確實可惜可嘆。今日在此得見無劍城的少主，實乃我輩之幸。閣下為何不能同我到無雙城當中小敘一番？你我二人又為何要在此拔劍相向呢？當年無雙城被稱為天下武藝，此地無雙，可我父親卻稱，若論劍術，他才是天下無雙。二者之間一直沒能分出一個勝負。我今日來此，是完成我父親當年的一個遺願。天下誰又不知道，如今的無雙城在劍道之上，早就沒有資格提着無雙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劍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親正道。遂宋城主，請賜教吧。聽此人所言，當年無劍城的覆滅與無雙城脫不了關係，便只能一戰。若我勝了，天下無劍城重現，會在江湖上掀起一陣小波瀾；若我敗了，天下無雙城就真的不再有資格列入天下四城了。不該下來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認為，是我的劍上承載的太多，以至於揮出的每一劍都無法盡興。直到我戴上了這面紗，用了卓越安這個遺忘許久的名字，才會好一些。可今日見到你，我終於明白了，什麼是父親當年說的自求之劍。自求之劍，畫地為牢，自求於劍。你是個不錯的劍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
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輕易出劍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1天1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負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興，卻不是因為贏了你而高興，而是在劍道上遇到了能與他並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興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贏了，他為何不敢公布於世？無恥！你這樣的人，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我父親的劍道同行者。也罷，今日我將勝過你，將你的劍斬斷。我會替我父親證明，吳建成的劍要勝過你無雙城。吳建成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執着於此呢？可我還活着，我活着，吳建成就還在，我父親傳承的劍道也就還在。年輕人，你很有自信，這柄劍不錯，看着是名劍山莊的手筆。可惜啊，越是鋒銳的劍，越容易折手。顏回，你先退下。師父，我認為。我在劍爐之中養劍多年，今日這一戰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雨落問劍，那麼便由我來。只是若按這般算，此戰勝負便算是了卻了當年的過往，與如今的無雙城無關，如何？好。顏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贏你，也會殺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劍法，讓我重新見到了年輕時自己的凌雲之氣。為何如今此人劍勢一變，完全沒有了方才的凌雲氣，只剩下了殺氣？若這樣下去，他10招之內必敗無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敗來換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吳劍城中的劍術，不再有所謂的劍道大氣象，而是殺人劍。